几个奇怪的现象已经在2024年1月1日走到了我们的身边，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，尤其是第8个一定要听完。第一个是呢，私生子可以上户口了，私生子还可以继承父母的财产，因为法律认为孩子是无辜的。第二个呢，尚未出生的胎儿也一样享有法定的继承权。第三个呢，父亲欠的债，儿子就没有义务替他偿还。老公欠的债，妻子没有签字，事后也没有追认，这个债务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销的，那么妻子也无需偿还。第四个呢，在家里被人打了还手，属于正当防卫。第五个呢，在商场、餐厅等公共场所因为地滑摔倒，可以向商场主张赔偿。第六个呢，物业公司以停水停电的方式来催缴物业费是违法的行为，造成的损失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。第7个呢，遗嘱可以随时修改，并且以最后一份为准。希望这7个信息对你有所帮助。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真正的奇怪现象。我们都知道中医是我们国家的，而这个不用质疑。但中医在日本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，只要是张仲景的方子，无需申请直接生产。因为日本人知道这已经验证了2000多年了。但是在我们的国内，总是有人想要打压中医，在近几十年里呢，就是得不到发展，总有一双大黑手在压制中医的发展。其实真相是，真正的经方它太便宜了，没有什么利润，一服药它也就几块钱，所以这个东西它赚不到钱。再说一个让我们每个人都气愤的事儿，咱们国内呢有一个教授叫做李纯，他曾经带着团队跋山涉水拜访很多民间的老中医，终于收集到了很多传乎其神、有效但是没有失传的中医方子。收集起来之后，又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又验证了一遍，可谓是煞费苦心了。最后终于编撰成一本书，叫《特效处方大全》。然而就在出版的时候呢，日本却说：“你们别出版了，开个价卖给我们吧。”好在李教授全部都拒绝了，并且决定免费公开出版，拒绝了金钱的诱惑，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都能看到既便宜又好用的中医处方。这本书里详细的说明了每个处方的用法、用量还有注意事项，并且标注了加减方法，什么方子适合什么情况、什么体质，都给你说的清清楚楚。不管你是老人孩子还是成年人，都能用得上。沈万三他到底多有钱呢？我们要说起这个人，他是元末明初的江南富商，他曾经富甲一方，田产遍布，在我们已知的人类历史上，他都是罕见的。而奇怪的是呢，沈万三他又是一个平民翻身的典型代表，他只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手段，用了10年的时间积累如此多的财富。因此后人都以他的经商理念从商，大多数的生意都是门庭若市，日进斗金。他留下来做人和做生意的规则和套路方法，后人也是不断的在沿袭。而在沈万三的生意金句中，还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，比如义不守财，慈不掌兵，重义气的人守不住财，仁慈的人不能掌握军权，货无定价，水无常形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固定的价格，一切都在改变，就像流水没有固定的形态。人无我有，人有我优，人有我廉，人廉我转。别人在卖的时候我已经是良品了，一定想办法走在前列。当别人也达到同一水准的时候呢，我却降低了价格，有价格优势。当别人也在降价的时候呢，市场已经饱和了，我就不再卖了，研发或其他产品。商人就是善于协商、懂得交际的人，商人他也就是商人。你成为商人的那一天，有些伤害是无法避免的，总会伤害到一些人。古人的商业思维虽然会过时，但是经验手段却从来都不会。处在这个商业极度内卷的时代，你只要比别人多懂一点，多学一点，都会成为你逆袭的关键。如果你现在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，面临着负债、失业、分手，或者在生活的低谷，不如沉浸下来看看这一本《沈万三》。这本书讲述了沈万三从一穷二白到江南首富的发家史，是从商的人手上不能没有的一本书。当你读完它，你就会发现你之前就是在裸奔，你之前就是凭着一股热情，凭着勤奋去做事。书本身没有什么光环，但是能提升你的财商思维。2024年了，你再去做无用的社交，真不如我们来参悟书中里的每一句话，提升自己的思维。只因开了一剂普通经方，却被判了天价赔偿。就在2011年，北京的一家中医铺因超量开出了40克的半夏而被告上了法庭。尽管当时许多中医界有名望的人士都站出来支持开经方的这位老人，并提交了证明，认为所开的经方合乎药理，但最终的结果出来，还是裁定中医铺要赔偿477万。这个天价赔偿一出让全国的中医那是人人自危，几乎再也没有几个人敢开经方。这里就有个冷知识，什么叫经方？说太复杂了，大家不理解就记住，都是古代中医传承下来的。
优点呢就是好用廉价，缺点呢就是因为太廉价了，几乎赚不到几个钱。还有啊，经方讲究的是要简立专，所以经方中的本草少则2、3味，多则也就7、8味，成本太低了，根本无法满足足够的经济效益。没花几个钱，人的病就治好了，也不是资本想看到的产业链呢。其实在以前，中医的眼中认为不变的核心主干就是经方，经方兴则中医兴。但是此天价赔偿一事，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开了，也不敢开了。北京中医药大学经方学院的李纯教授啊，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着。在推广经方的过程中呢，因为经济效益太少了，多年以来一直推广不出去，始终被各大医院拒之门外。在屡屡失败之后呢，李纯教授他还是不甘心，于是他便带着他的团队跋山涉水的拜访了很多民间的老中医，把能搜集到的还没有失传的经方都整理起来，然后还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验证了所有的方子，最终确认无误之后，汇编成了这一本书，叫《特效处方大全》。然而就在出版的时候呢，日本又想花大价钱买断这本书的内容，好在李纯教授重力排外啊，全部都给拒绝了，并且将其免费公开出版，让所有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看到既便宜又好用的方子。这本书里详细的说明了每个方子的用法、用量还有注意事项，并且还标注了加减方法，什么方子适合什么体质和什么情况，都给你说的清清楚楚，不管你是老人、小孩还是成年人都能用得上。不管是哪里不舒服、不自在，只要你翻开这本书啊，都能像查字典一样轻松找到对应的方法。就算你是70多岁的老人，只要能识字，也能轻松的学会。真心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收藏一本，对你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都有用。历史上真实存在的5个人，却被我们误以为啊是小说虚构出来的。其中这5个人呢，家喻户晓。第一位就是宋江，他重豪气，善写公文，是一个大孝子。这样的人物在生活中他肯定有啊，但是是否真实存在呢？更多人觉得是虚构的。确实，如果按照小说情节和人物的特点来找，是没有对号的。但是在北宋历史中啊，还真的有一个宋江，他旗下呢有36位猛将。不过北宋当时的实力还在，宋江的队伍吃了不少的败仗，先是败给了梁元，后来又被从西南剿匪凯旋回来的方腊给平定了，下场啊你可想而知。我们再说说第2个和第3个真实存在的小说角色，就是王重阳以及他的师弟周伯通。我们看过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和《神雕侠侣》的人啊，对这2位呢都应该很熟悉。不仅武功高强，创立终南山全真教，而这全真教啊也是真实存在的。王重阳呢也确实有这号人物，而且全真妻子确实也是他的弟子。第4个是尹志平，如果你要看过新旧版《神雕侠侣》的话，会发现啊这个人物的名字变了，那就是全真教临时掌教的尹志平，他变成了甄志兵。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啊，其实改名就是为了避讳一个这样真实人物的存在。第5个呢，济公。我们一般不会相信有这么接地气的佛，但是历史上真实的济公和小说中的济公形象是非常贴近的。其实历史上啊有很多虚构的人物，他都是真实存在的，甚至包括孙悟空，他的原型啊叫石盘陀。还有啊，我们说比如张飞，我们都以为他是电视剧中的形象，实际上真实的历史啊，他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一个文人。原本这些历史呢，这辈子都不会被流传出来，直到这本书的作者，他用自己几乎半生的时间只做一件事，就是收集整理这些资料，编撰成了一本书《历史不忍细看》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因为真实的历史啊和我们认知中的历史天差地别，所以这本书啊是你值得看的，内容尺度也很大，后续很难再加印了，大家且买且珍惜吧。